它原本被喜欢，是因为叶子厚、脉纹深、四季常绿。到了1985年，没有人再谈叶子，人们谈的是它能换几两黄金、几台冰箱、几间房子。你这一生只会亲历一次自己的周期，繁荣、狂热、恐惧，走过便无法重来。幸运的是，世界早已走过无数次，回到那些已经结束的故事里，在轮到我们之前，先看懂它。没有哪样东西天生值多少钱，一件东西的价钱是一群人一起同意出来的，所以价格失控很少是从贪婪开始的。它更常见的开头是一次集体同意，很多人在同一时间相信了同一个说法，而一个说法之所以能被这么多人相信，多半因为它是从最该懂行的那张嘴里说出来的。长春的冬天很长，一年里有小半年，窗外是看不见绿色的。这大概能解释为什么这座城市对一种四季常绿的花有着别处没有的耐心。君子兰原产非洲南部，30年代，它作为珍贵花卉被种进长春的伪满皇宫，40年代中期才流入民间。到了60年代，养这种花还是要担风险的，养它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买卖它叫走资本主义道路。1968年，一个叫郭凤仪的长春人卖掉了自己的瑞士手表和自行车，用180块钱换回一盆君子兰。他后来讲得很直白，他养花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东西能挣钱。他没有等太久，70年代末，长春街面上开始有了买卖君子兰的地方。红旗街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养兰人李健记得那条街的样子，端着一盆花，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买家开的价能涨3回。价格涨到这个份上，管事的人开始出面，而接下来的3年里，出面的每一次都把价格又往上推了一层。第一层是限价。1982年，长春市规定，一盆君子兰的售价不得超过200块。为一种花专门发文限价，这在当时并不多见。价格听完这条规定，接着往上走。原因不难想，一样东西需要政府发文来管，听上去反而更值钱了。第二层是背书。也是1982年春天，长春办了一场艺展，名字叫抢救国宝大熊猫君子兰艺展，门票原定5毛，看花的队伍排得太长，跟着涨了1倍。2万人进场，17000块的门票收入送到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接待了他们。养一盆花这件事，从此和国宝、部里这样的词挂上了钩。第3层是命名。1984年10月11日，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开会，通过一份决定，君子兰是长春市的市花。市里还号召发展窗台经济，每户人家养上3到5盆。200块的限价令再没有人提起。第4层是标准。什么样的花算好花？行里有一套讲究：叶片的厚薄，脉纹的深浅，株形正不正，哪一盆够得上真品，有懂行的人替你认。第5层是换算。
有人按当时伦敦金融市场的金价算过一笔账，当时最贵的那盆君子兰价钱够买40多两黄金，真拿这笔钱去买金子，打得出几10盆纯金的花来。绿色金条这个称呼就是这么来的。5层叠完，一盆花值多少钱？买的人已经不需要自己判断了。1985年1月的一天，一位港商走进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看中一盆叫凤冠的君子兰，开口要用一辆豪华皇冠轿车来换，那辆车当时值9万块。公司的总经理正是17年前卖掉手表买花苗的郭凤仪，他拒绝了。皇冠车每天都在生产线上出，有钱就买得到，凤冠却是他养了很多年的。还有一层更实在的顾虑，那时候做上海牌轿车的还是省一级的干部，一个小公司的经理要是坐上皇冠，太出风头。同一年年初，长春一位姓王的养花大户把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来的客户，14万块，这是当时君子兰交易的最高纪录。1985年6月，风向变了，省里的党报连着刊文批评这门生意。长春市随即补发了一份市场管理规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许用公款买花，在职职工和党员不许倒买倒卖，违反的可能丢掉工作和党籍。买家消失了，价格跌掉90%以上。那年夏天，长春的垃圾堆里开始出现君子兰，但郭凤仪没有卖。20多年之后，有记者去长春看过他，他刚把花棚搬到新址，正坐在一片绿叶中间喝茶，说整天就这么看着，40年都不腻。我不会说那冠冕堂说话，说我是为了观赏啊，我是怎么的，我就是为了挣钱。而那些花本身一片叶子都没有变，脉纹还是那些脉纹。君子兰到今天依然是这座城市的市花，变的只有一件事，那些替他做过保的人改口了。这样的花历史上开过不止一次。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的买卖有公证人，有正式合约，几个月之后合约都还在，价格只剩几%。2007年的云南，普洱茶卖的是一个说法，存得越久越值钱，从那年起价格一路往回走。这件事真正的机关不在花上，那5层背书每一层都是真的，市花的决定是真的，行里的讲究是真的，金价的换算也是真的，没有哪一层是骗局。可它们叠在一起之后，替所有人完成了一件本该由每个人自己做的事，判断这东西到底值不值。而在这个过程里，君子兰变成了另一样东西。它原本被喜欢是因为叶子厚，四季常绿，脉纹深。到1985年，没有人再谈叶子，人们谈的是它能换几两黄金、几台冰箱、几间房子。一盆花被翻译成了一个价格，翻译完成的那天，花就不见了。泡沫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不是有人撒了谎，而是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压过了它究竟是什么，而那个价钱是别人替他们定的。